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DeepSeek 成功的打破了美国人对我们的 AI 算力封锁，拉到我们的赛道，架构革命加上场景应用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 DeepSeek 又发布了新的版本，就是 R1。那这个版本具备了更强的推理能力。我们看一下它做的事情跟 GPT 的对比，在数学推理上，它确实略微落后了1个百分点不到，但是成本只有它的1/70。而在其他的代码测试、科学推理以及法律逻辑上面，都比 GPT 要领先。更加难得的是，它的成本远远要优于 GPT。你就看这有个对比，训练成本只有它的1/28，而单 Talk 的推理成本只有它的1/70。长文本处理能力是它的4倍，硬件要求只有它的差不多的1/10，能耗也差不多是它的1/8。就是说我用你更少的资源而做到比你更牛的事情，并且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，我们把这样一个技术进行了开源。这个就得益于 DeepSeek 的 CEO 梁文峰讲的一个观点，他说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从业者不应该仅仅只是跟随者，而要成为这个行业的贡献者。哇，这种格局。所以像这个名言现在被西方各个推特上的大 V 去转发说，哟，这个人好有格局。为什么有格局呢？那当然了，吃人的嘴软嘛。大家都免费用了 DeepSeek 开源的东西，而且发现贼好用又便宜。以前可能因为费用太贵，很多事情做不了，今天用上了 DeepSeek， 那它就可以做到以前的事情。特别是大家很喜欢 DeepSeek 创新的架构模型。那它新的架构跟传统的有什么不同？就是说它用的叫 MLA， 相对传统的 MHA 它有巨大的改进。那这个很多细节的东西我就不去讲，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好比厨师炒菜，你原来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给你做推理，那他就是一个厨师，他要去准备所有的原料，油盐酱醋白菜，反正各种肉都去自己准备好，开始去加工。那这个它就会成本比较高。而现在呢，有了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配菜中心，当用户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会把你需要哪些原料全部准备好，放到你厨师面前，大概通过一个算法去给它融合一下，就大幅的提高了厨师的效率，从而就降低了成本。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。但实现这个它有些算法上的难度，以及说做分布式训练它也有难度，比以前更难，但至少它不是过去模型的追随者。那从这个点来看，过去吹得那么厉害的 OpenAI 今天就要跌下神坛了。当然就算这样，评论区可能还会有人说，那你还是基于英伟达芯片做的，也不算什么多牛的技术，不过是英伟达的一个应用而已。这一点咱们还真是要把它重新思考一下。类似 AGI 的标准它是灵魂，而用什么平台去算它，它相当于是一个肉体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看原来英特尔芯片是不是很牛？接下来有阿里云和亚马逊，那这两个云服务它一开始确实也是用的英特尔芯片去做的，但当这个云服务做大了以后，它自己开始在研究 ARM 架构的服务器芯片。等到后面再铺很多服务器的时候，他就用自己研发的 ARM 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去大量的替换了英特尔服务器芯片，所以导致你看这英特尔这几年销量包括收入大幅的下降。那今天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能够在 AGI 上去领先，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，那接下来我自己升腾的芯片，比如 910B 出来以后，我完全可以用升腾的芯片就去替换我底层的。无非今天咱们还没有去突破，比如说7纳米、5纳米用在人工智能上面。那等我们光刻机突破了，过几年我要替换它是早晚的事情。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正是因为我们大量的节约了训练成本，才让我们14纳米的芯片现在可以被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大量的采购。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算法不去说做一个效率的提升，那我们买这样一些我们自己的芯片，其实就不太能够去训练出一些很大的模型出来。而今天我们有了一个高效的模型，我就可以买一些相对落后一点的，去做到我想做的事情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多先进，而是说比如说我公共场合，我用我自己的升腾910，我也能够去把它做出来，那我就会去采购。恰恰是我们降低了算力，才打破了它对我们的算力封锁。我虽然没有你先进，但是我够用了，
那你就难不到我。通过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从业者的努力，现在国际标准中有关大模型安全相关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辑的，还有几十个国家的相关团队都在使用 DeepSeek MoE 架构的白皮书进行研发。这个相当于我们就共同创建了一个标准，那这样就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维度，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标准的重要性。你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咱们互联网落后于别人是干嘛？人家早我们一步制定的这个标准，我们不得不去加入到人家那个团队里面去来。但是美国人他不讲武德，本来按道理说标准应该是要开放出来的，他不是，他把他自己握在自己 ICANN 手上。那你说握在 ICANN 手上，我跟你沟通一下，咱们协调一下，你也拿一点，我也拿一点。美国人还使坏，把这个 ICANN 做到了一个公司的底下去，这样呢，我们通过外交，通过各种手段还没法跟他去谈。他说这是公司行为，他是开源的，所以就导致你看互联网它美国制定的标准，那我们现在就很难去打破它。而今天如果说在新的人工智能领域，我们能够跟全球一起去制定一个新的标准，那真的是在人工智能的 AGI 领域，我们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。那这样我们就打破了别人对我们的算力的封锁。最后发表一点我个人的评论 ，DeepSeek 能做成功，得益于他 CEO 梁文峰的一个理念，我们要做贡献者，而不是仅仅是跟随者去占别人便宜。还有一点就是他注重长期思维，并没有说做了一个 DeepSeek 出来比别人先进了，就想着怎么样利用这样一个更先进的模型去赚短期的利益，而是铆定了制作标准，要挣长期的钱。这样一个长期的钱可就不仅仅是通过一个软件去挣取一个服务费，而是这个标准的高地一旦占领了，我们未来子子孙孙都可以挣他的钱。